你知道吗？有80%的50岁以上的男性在开始健身计划后的90天内就放弃了，不是因为他们懒惰，而是因为这个健身计划并不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你正在工作，你在打理家庭，等你终于有一个空闲的小时，你最不想做的就是开车去健身房排队等器械，然后拖着疼痛的身体回家。大多数针对你这个年纪男士的健身建议，通常假设你有充裕的时间、配备齐全的家庭健身房以及没有抱怨的膝盖。他们在这3点上都错了。接下来我要向你展示6个不需要任何器械、不用通勤且30分钟以内就能完成的练习，专门设计用来重建力量、稳定性和爆发力，专为重建50岁以上男性的力量、稳定性和爆发力而设计。别走开，清单里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大多数教练都会跳过的，但它却是把所有动作串联起来的关键。大多数训练师不会告诉你的一件事：深蹲跳不仅仅是一种有氧运动，更是一种爆发力的重置。50岁以后，负责爆发性运动、平衡恢复和反应速度的快缩肌纤维开始以每年近1%的速度逐渐流失，影响身体功能。这可不是一个健身问题，那是一个生存问题。深蹲跳能直接锻炼那些肌纤维，这是那些缓慢且控制的动作无法做到的。但大多数家伙搞错了，他们把它当作有氧训练，只是在上下弹跳，只为了出汗。真正的目标是蓄力阶段，也就是你爆发向上前的那半秒。这就是你的神经系统被重新编程的时刻。如果错过了这一点，你做的只不过是某个本应让你感觉年轻20岁的动作的疲软版本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：双脚与肩同宽，脚趾略微向外，臀部向后推，然后下降，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在最低点停留1秒钟，然后用力踩住脚跟，猛力蹬地跃起，脚尖先轻轻着地，然后脚跟缓缓着陆，将冲击力有效吸收到下蹲的姿势中。着陆不是休息，而是下一次动作的开始。第1周3组，每组5次，休息2分钟，专注于轻轻落地的技巧。第2周3组，每组8次，休息90秒。第3周，在跳跃动作的最低点暂停半秒钟后再起跳。到了第4周，你做3组，每组10个，楼梯感觉更轻松，从椅子上起身的速度感觉更快了，那是你的快肌纤维重新激活了。这不是单纯为了跳得更高，这关乎你的身体重新学会产生和承受力量。这就是接下来一切的基础。大多数50岁以上的男人觉得俯卧撑太简单，没什么用，这正是他们为什么会肩膀疼痛的原因。姿势不好，胸部也失去了线条感。俯卧撑的关键在于保持动作，而不是你能完成多少次，而在于重新激活肩部深层的稳定肌肉群，那些保护你的肩袖肌腱并保持你上半身功能几十年的肌肉。研究表明，等长保持训练在增强肌腱强度方面，比单纯动态重复训练快30%。这可不是件小事。撑得住的肩膀和撑不住的肩膀的区别就是这个。大多数男士忽略了这一点，他们做俯卧撑像比赛似的匆忙。但是停留在底部位置那一刻的完全静止，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。你的胸部承受着压力，肩膀正在发力，而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全速运转。跳过静止不动的环节，你就等于放弃了练习中最宝贵的部分。正确做法是这样的：摆好俯卧撑姿势，双手稍微宽于肩膀，手指朝前，缓慢下降身体，直到胸部离地面约5厘米。停住，保持这个姿势，全身绷紧，核心收紧，臀肌绷紧，然后控制地向上推起。那是一次有意识、充满力量的动作。第1周，每次动作保持底部位置10秒，做3组。第2周，每次保持20秒。第3周，保持30秒。重点保持臀部水平，避免手肘张开。到第4周时，逐渐坚持保持45秒，感受整个上半身的紧实与稳定性，感觉充实且掌控稳定。这种稳定性体现在一切方面，无论是提购物袋、抱孙子、举起东西时不皱眉，都让你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这是一块大多数50岁以上男性完全忽视的肌肉——背阔肌。背阔肌是延伸于背部两侧的宽大肌肉，主要负责维持身体姿势和运动，维持脊柱的稳定性与肩部健康。
当他们无力时，一切都会向前塌陷。你的肩膀向前弯曲，腰部疼痛，你开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。阻力带拉伸动作通过全方位运动范围锻炼你的背阔肌，同时不会像使用重物那样给脊柱施加负担。这可能是你一直没做过的最有效的上半身动作之一。不过，很多男士都忽视了这一点，他们把拉带阔胸动作当作胸部锻炼，用手臂发力，而不是用背阔肌发力。手臂只是钩子，真正的力量应来自背部。用宽阔的弧线将阻力带从头顶拉至臀部。如果在动作过程中你的手肘大幅弯曲，说明你已经完全失去了背阔肌的参与。正确的做法如下：锚点或阻力带固定在地面位置，门夹非常合适。仰卧，头部朝向固定点，双手抓住带子，双臂伸直举过头顶，保持微微弯曲肘部，双臂沿宽阔的弧线向下移动，直到双手达到臀部位置。在底部用力紧缩背阔肌，缓慢地回到起始位置。这算一次动作。第一周3组，每组8次，动作缓慢且保持控制。第二周每组10次，每次在最低点暂停1秒。第3周进行3组，每组12次，增加阻力带的张力。第4周时做3组，每组15次，感受你站得更挺拔。强壮的背阔肌不仅能显著改善你的姿势，还能有效保护你余生的每一个推拉动作。说到推的动作，接下来这个练习会让你的三头肌感受到很多年未曾有过的挑战。你的三头肌占据了上臂肌肉的近60%，所以如果你的手臂感到无力、松软或不稳定，问题不在于你的二头肌。手臂后侧的肌肉，大多数50岁以上的男性常常忽视。三头肌臂屈伸是重建推力力量最有效的自身体重训练之一。而且这种动作还有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些动作能增强你肘关节周围的肌腱，缓解困扰许多这个年龄段男性的慢性疼痛。不需要设备，只需一把结实的椅子或一张矮凳。但大多数人没搞明白这一点。手肘下降的太快太低了。当你的肘部外翻，肩膀耸起时，你实际上是把三头肌锻炼变成了一个潜在的肩部伤害隐患。位置比动作范围更重要，尤其是在50岁以后，控制动作深度比追求最大深度更重要。正确的做法如下：坐在稳固的椅子边缘，双手抓住前缘，手指朝前，将你的臀部从座位上滑下来，通过弯曲手肘向后降低身体，不要向两侧张开。当你的上臂与地面平行时就停下来，如果觉得肩膀不舒服，也可以提前停止。用力推回至手臂完全伸直的位置，在最高点用力收缩三头肌，这也算一次。在第一周，膝盖弯曲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掌握动作做到完全控制。第二周，双腿完全伸直，脚跟踩在地上，更多负载，保持严格的动作规范。第3周，双腿伸直，放慢节奏，3秒下降，3秒上升。第4周，尝试做双杠臂屈伸，不用椅子，只有你和重力。更有力的三头肌意味着腰部以上的所有力量更强。到了下一个动作时，这种力量就变得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要求你全身一起用力，你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常感到疲惫。你一直在努力，但结果好几年前就不再出现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40岁以上男性若用不适合他们的训练计划，容易出现问题。28天活力计划改变了这个局面，专为40岁及以上男性设计的简单逐周递进计划，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查看置顶评论的链接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进。登山者动作是50岁以上男性最被低估的锻炼之一，不是因为他们燃烧大量卡路里，虽然确实如此，但他们锻炼的是更为宝贵的东西，你的上半身、下半身与核心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作。这种协调性正是50岁以后衰退最快的能力，这就是让你感到僵硬、动作迟缓，并且感觉与你自己的身体脱节的原因。正确完成一组登山跑，比在固定式运动自行车上骑行20分钟更能有效提升你的功能性体能。不过，大多数男人都忽略了这一点，他们把登山者的动作变成了速度竞赛，双腿飞快摆动，臀部弹跳，腰部像悬索桥一样拱起，那根本不算训练，那是一种有序的混乱。
臀部必须保持水平，核心必须保持绷紧每一遍动作。如果你的动作在第3次重复后就崩溃了，速度就毫无意义。缓慢且刻意的登山跑更加艰难，效果却更加显著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：从高位平板支撑开始，双手直接置于肩膀正下方，身体从头到脚跟保持成一条直线，像准备迎接一拳那样绷紧你的核心。抬起右膝朝向胸部，保持臀部完全水平，返回起点，然后将你的左膝抬向胸部，这算一次动作了。你的上半身不动，你的臀部不要抬起，只有腿部在用力。第1周每组10次，做3组，动作要慢且控制好。第2周3组，每组15次。第3周3组，每组20次，始终保持臀部的正确位置。到了第4周的时候，做3组，每组25次，感受你的核心坚如铠甲。全身协调不仅让你更健康，还能让你更安全，更快的反应速度，更好的平衡，更快的恢复。最后的练习将这一切牢牢锁定，别无其他。这是大多数训练师常常忽略的练习，也是将所有动作联系起来的关键练习。平板支撑到俯卧撑的转换动作结合了等长稳定性和动态推动力量，迫使你的核心、肩膀、胸部和3头肌在真实的张力下同时工作。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，这个组合简直是黄金搭档，它重建将力量与稳定性连接起来的神经肌肉协调通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神经肌肉通路退化，使得原本轻松的动作变得无力。但大多数男士忽视了这一点，从前臂平板支撑过渡到高位平板支撑的动作才是关键所在。大多数男性动作急促，扭动臀部，不稳地转移体重，完全放松紧张感。这种过渡应该缓慢、受控且左右对称。你的臀部不旋转，你的核心保持收紧，那个动作的每一寸都是刻意为之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：从前臂平板支撑开始，肘部位于肩膀正下方，身体保持直线，核心绷紧，将身体撑起，交替用手进入高位平板支撑姿势，然后一次放下一只前臂，逐步回到前臂支撑的姿势，这算一次重复。每次交替用不同的手带动动作，整个动作过程中保持你的臀部水平。如果旋转动作放慢，控制力每次都胜过速度。第1周做3组，每组5次，专注于髋部稳定性。第2周完成3组，每组8次。第3周3组，每组10次，在高位平板支撑时增加2秒的静止时间。到第4周3组，每组12次，动作流畅，控制力强且有爆发力。这就是50岁之后功能性力量的表现，不仅仅是举重，以精准、控制和自信来移动你的身体，这就是标准。现在你已经有了实现目标的路线图。6个动作，无需健身房，没有设备，没有借口。这个完整的系统专为50岁以上拒绝相信自己黄金时代已逝的男士打造。现在你拥有它了，剩下的唯一问题很简单：你是打算看完就算了，还是准备真正去行动？订阅并开启通知铃声。下周我们将讨论50岁以上男性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，这可能正是一直在阻碍你的原因。